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有介绍过这个小猪包，然后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呢，其实有得到一些回响。首先，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有小伙伴超级聪明的，他就说这个扣子啊可以拆下来，可以当丝巾环使用。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。那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包了，所以我大概买了之后呢，大概连续2个礼拜都用同一个包吧。连胖达都说你现在是只有这个包吗？反正我就非常喜欢。然后在去年 Christmas 之前，我觉得Hermes 它的官网啊，其实就很像大放送，所以在它不管是美国、加拿大或欧洲的官网，突然之间在25号之前的那几天，其实都出现非常多梦幻款，像大家可能会很想要的 Mini Hoodie、Mini Lindy、Mini Evelyn 都有出现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每天都会有几个这个猪鼻子包。然后有一天，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嘛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关注。但有一天我就发现它有一个颜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，所以呢我就下定了。那我也很怕被坑单，但不管，反正呢我就收到了，就是这个白盒子又来了。那等一下呢，大家猜猜看，我到底买了什么颜色？天哪，我没有预期它已经到了。啊，他们家的纸盒，小橘盒。先看，啊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都颤抖。我是我的小猪鼻包的绿色板布绿跟白线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里面超好看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圣杯蓝，里面是双色的。它的袋子走的是绿色跟白线，真的超好看的。这个把它拆掉，这样子，拆完了，超漂亮。就是我最喜欢的本布绿，然后他们家的这种鲜艳色的包包啊，其实都会做鲜艳的颜色走白线，所以呢，它就是一个本部的绿色，就竹子绿色搭白线。那里面呢，就像刚刚一起开箱的过程，大家可以看到嘛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的雾蓝色，就是又号称圣杯蓝。那我会把这个色号呢放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其实我有发现啊，其实多数小伙伴在买包包的时候啊，大家都会先选一些比较基本款的颜色，比方说黑色。然后或者是大象灰，或者是金棕色。那很多人其实他是不太会买这种鲜艳的颜色的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就是分享4个，就是如何轻松的驾驭这种鲜艳的小包。那第一个 tips 呢，其实当大家选择的是这种非常饱和的颜色，像这种所谓的竹子绿，甚至大家可能会选的是辣椒红啦，或者是一些鲜艳的黄色啦、宝蓝色这样的颜色，大家要注意，第一个 tips 就是 size matters， 就是尺寸是一个关键。越鲜艳的颜色，尺寸就要越小，越小的包型其实对你来说就越好驾驭。今天如果大家要买的是大包，大家还是可以选一些比较沉稳的颜色，但相反小包呢就可以试试看这种比较跳跃的鲜艳色。那第二个 tips 呢，就是当你使用这种鲜艳颜色的小包，如果大家想不到穿搭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先使用无彩色的颜色。什么叫无彩色呢？其实就是大家很常衣柜会有的黑色、灰色跟白色。那我这边呢做了几个搭配给大家做参考。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，我搭配了黑色、灰色跟白色的一个上衣。那其实无彩色的这个使用呢，不是只有在上身，在下半身跟鞋子也可以使用一样的颜色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，这3张的穿搭呢，我基本上大面积的颜色都会使用黑色、灰色、白色，只有在小部分呢会使用一些点缀的色系来搭配这个绿色，那看起来其实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和谐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再进阶一点点。什么叫进阶一点点？就是大家可以使用黑色、灰色、白色的条纹或者是格纹。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呢，我使用的是黑白格纹。那这边呢，我搭配了3种不同的试法。第一套呢，其实是一个黑白格纹的羊毛大衣。这个羊毛大衣呢，基本上因为比较有厚度嘛，所以我是使用一个手拿的方式来搭配这套衣服。那第二
个呢，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也是一个格纹嘛，那个格纹其实是一个洋装式的风衣。那洋装式的风衣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个腰带，那这个腰带呢就可以把它拿下来，用一个腰包的方式来使用。最后一个呢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比较多人会有，就是帽 T。那我这个件呢，刚好是黑白格纹的帽 T，加一点点的就是pattern， 一点点花纹。那搭起来呢，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斜挎。我个人最喜欢最后一套，因为我觉得背起来就是有那种很帅气、很潮、很年轻、很young的感觉。第三个 tips 其实我觉得还蛮简单，就是使用同色系。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一个圆形的调色盘，它真的很像调色盘啊。大家就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，所以因为是绿色包包嘛，大家就可以使用绿色系。但我比较喜欢有一点挑战的感觉，所以我使用的是绿色的印花。绿色的印花，大家心目中浮现会是什么？应该会想到迷彩吧，跟很传统的绿色格纹。对，这就是我这次的搭配。大家可以看到的是，接下来这张的3套搭配呢，其实就是使用绿色的格纹或者是绿色的迷彩。那不管是格纹或迷彩呢，大家可以使用大面积的方式，不管是大衣也好，然后或者是洋装也好，都非常容易的使用。甚至你也可以使用的是一个围巾的概念，因为很多人会有绿格纹围巾嘛，那也可以使用在围巾身上。那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同色系的搭配最大的重点是亮色跟暗色的搭配。这个包包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饱和的包包，所以比较好的搭配方式呢，大家可以选择暗色系来搭配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，如果你今天这个包包是宝蓝色或者是辣椒红这种很鲜艳的颜色，你们搭配同色系的衣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搭配暗色系的衣服，其实搭起来的效果会是最好，而且最有画龙点睛的概念。讲完了前面3个比较简单的 tips， 接下来这个 tips 呢，我觉得会稍微升级一点，但大家不用担心我给大家整理的一个调色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其实第4个 tips 啊，就是使用所谓的相似色。这样讲可能没有感觉嘛？大家可以看到12个圈圈，那这12个圈圈里面呢，就会告诉大家相似色是什么。以绿色为例，大家可以看到4个圈圈跟绿色有关系。大家可以看到是最下面的3个跟最上面的1个，也就是说绿色呢，它本身的相似色是什么呢？蓝色，然后当然绿色自己一定是嘛，然后还有黄色以及黄色旁边的橘色，这4个颜色呢，基本上都是属于它的一个相似色，所以大家搭配的时候就可以运用相似色的概念。这边呢，我也搭配了4套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看得到是第1套呢是一个绿色加上橘色的一个印花图案的部分。那第2套呢，其实我有搭配的是一个宝蓝色，而且这是个非常鲜艳的宝蓝色。那其实，在宝蓝色的搭配上面呢，我还使用的是黑白的条纹，就我刚刚讲的一个所谓的无彩色的概念。那第3套呢，我搭配的是一个豹纹的黄色的豹纹的裤子。然后第4套呢，我搭配的就是橘色的印花。那除了使用相似色之外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当你使用相似色的印花的时候，印花的衣服其实很复杂了啦，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大家的其他的颜色就要简单，所以我其他的配件的颜色，我通常都会使用黑灰白来做搭配，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搭配。那前面的4个 tips 呢，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的驾驭鲜艳的小包，但我要额外再放送一个小小的 tips。是什么呢？其实大家都有听过所谓的对比色或互补色嘛。绿色的对比色其实就是红色。如果大家今天想要用对比色来搭配的话，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的对比色面积千万不要太大。我举个例子，我身上的衣服是黑色的，然后我这边有红色，我给大家看背起来的感觉。因为我的红色面积不是太大，所以我配绿色看起来不会太不协调。但如果今天你要采用的是互补色的搭配，整个大面积搭起来就会非常像圣诞树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使用的是互补色呢，我建议大家的面积就要小一点点。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，也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对大家有一点帮助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 follow 我，或是给我就是按个赞这样。